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《雷神2》。电影依旧在奥丁的故事下展开。数千年前，黑暗精灵麻辣基斯想要让整个宇宙陷入黑暗，他拥有可以改变现实的武器以太粒子。为了防止宇宙陷入危机，奥丁的父亲波尔带领仙宫战士与麻辣基斯展开殊死搏斗。即将崩盘的黑暗精灵派出了诅咒战士，诅咒战士十分强大，几乎无人能挡。尽管以太粒子被仙宫夺走，但麻辣基斯还是决定和阿斯加德鱼死网破。他逃离了战场，只剩下一片残骸。波尔没有能力摧毁以太粒子，于是这个强大的武器被埋藏在了地下，永远不见天日。纽约大战后的洛基也被带到了阿斯加德接受审判。妈妈劝儿子不要再继续胡闹，洛基却不知悔改。在奥丁的命令下，妈妈也离开了宫殿。尽管父亲告诉了洛基事情的严重性，洛基却管自己的统治叫仁慈。他认为他就是神，他有能力主宰一切。这也让奥丁突然发威，如果当初没有救下这个婴儿，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最终，奥丁决定让洛基在监狱中度过余生。不服气的洛基提到了索尔，而父亲告诉他，索尔在平复9界混乱，而索尔一定会成为王。瓦纳海姆发生了战乱，索尔赶到战场清理一波兵线，和西弗战斗也很有默契。石头人发羽归来，被旋风锤打成了睿智，敌人也拜倒在索尔的喵喵锤下。平复战乱，解放了瓦纳海姆，回到了阿斯加德。9界也在索尔的帮助下恢复了和平，彩虹桥也恢复如初。索尔却一直放不下简，而父亲也叫他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。经历了各种战争的索尔也享受着这短暂的和平。庆功宴上，西弗也表现出了对索尔不一样的感情，但索尔心里却已经有了那个男人。不对，是那个女人。地球上，简也是很不自然的和别的男人吃着饭，直到黛西过来告诉了他有情况，才得以脱身。艾瑞克博士却为了科学四处裸奔。在黛西和实习生的带领下，简来到了一座废弃工厂，里面玩耍的熊孩子也告诉了他们这里的不正常。卡车在这里不受重力，丢下去的任何东西也会在另一个维度飞回来，但不是100%成功。探测到与索尔当初降临时类似的波动，简深入仓库，随即被阴风吸走，车钥匙丢了进去却没有回来。来到了当年埋藏以太粒子的地下，好奇的简也被以太粒子寄生在了身体里，随之晕了过去。以太粒子的解放也唤醒了黑暗精灵，麻辣基斯也准备完成当年没有完成的任务。索尔来到彩虹桥和海姆达尔谈心，海姆达尔告诉他，宇宙天体即将重合，9界国度也要排列成一列。突然，海姆达尔失去了简的位置，简也被以太粒子吞噬着。醒过来的简却发现黛西已经报了警，自己却晕过去了5个小时。这时天降大雨，索尔来到了地球，见面就是两嘴巴子，也不嫌手疼。索尔也解释了一切，但简依旧要被警方以擅自闯入禁地的罪名带走。以太粒子突然释放的能量推开了警方，感到不对劲的索尔带着简回到了仙宫，却检测不出来任何异常。好奇的简也迎来了索尔宠溺的一笑。当奥丁下命令送他回地球时，以太粒子再次释放力量，奥丁也才知道以太粒子已经脱离了封印。父亲告诉索尔，宇宙形成之前有些残留的物质，以太粒子就是其中之一。9界也并不是一直就存在的，他们也遭受过光明与黑暗。宇宙在光明到来之前，称霸的就是黑暗精灵一族。麻辣基斯也利用黑暗制造了以太粒子。所有残留的物质都是石头，只有以太粒子是液态。奥丁告诉了他们自己父亲波尔当年的事迹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以为当年已经消灭了所有的黑暗精灵。麻辣基斯决定先报复阿斯加德，他让2把手老黑成为了诅咒战士，伪装成俘虏进入阿斯加德内部，以便和麻辣基斯里应外合。同样被关在监狱的洛基依旧充满着贵族气息，妈妈也给他送来了书让他消遣。自从洛基知道自己的身份后，就一心想要报复哥哥和父亲，他也只能和妈妈说说自己的心里话。本就委屈的洛基听到妈妈说父亲时大发雷霆，傲娇的他也不承认弗雷亚是他的妈妈，但妈妈却非常了解自己的孩子。服软的洛基却握不住妈妈的手，这只是妈妈通过幻术来看望儿子，而洛基的幻术也是妈妈教给他的。此时2把手也决定变身诅咒战士，痛苦的他完成变身，一路杀出了囚笼，放出了所有犯人，
直到见到了洛基才停了下来，与洛基对视许久后转身离开。洛基也告诉他要走左边的楼梯。简和索尔刚见到妈妈，还没多说几句话，就听到了监狱的动静。索尔也御锤飞行前去阻止，奥丁也带人准备前往监狱，秀了个恩爱，立了个 flag。妈妈也为了保护简，告诉他一切听从命令。这时马拉基斯驾驶着隐形战舰进攻阿斯加德，他们的飞船连海姆达尔都无法检测到，但耳朵是个好东西啊，听到声音，海姆达尔立刻追击飞船。虽然拆了一架，但是敌人已经倾巢出动，面对黑暗精灵的高等武器，护卫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海姆达尔也开启了金宫的防护罩，护盾逐渐包裹着金宫。还在内部的诅咒战士却直接破坏了核心，导致整个阿斯加德失去了防御力。马拉基斯也杀进了主殿，敌人用枪，仙宫用刀，双方的战斗力不在一个水平线，加上可以把一切吞噬的手雷，很快仙宫就要沦陷了。直到奥丁赶来，但是马拉基斯早已不见踪影。一路追踪以太的马拉基斯找到了弗雷亚和简，威武的妈妈正面硬刚黑暗精灵，也用幻术欺骗了马拉基斯，但自己却被诅咒战士夺走了性命。暴走的索尔劈烂了马拉基斯的脸，丢出了带着闪电 buff 的全力一锤，但却依旧被他们逃走。索尔看着倒下的妈妈，迟迟赶来的奥丁也抱着自己的爱人一言不发。整个仙宫用最崇高的仪式送走了自己的女王。随着火焰的燃烧，渐行渐远的妈妈也化成了一片星辰，消失在了宇宙之中。所有人放飞了自己的祝福。收到噩耗的洛基慢慢站起了身，释放了心里的仇恨。地球上被当成神经病看待的艾瑞克博士拿着鞋子讲述着9大国度的故事，只有被拿走鞋子的神秘老人回应了他。简也在奥丁的安排下被看守了起来。面对强大的敌人，失去防御力的阿斯加德无能为力。索尔想要带着简离开阿斯加德去找黑暗精灵报仇，成功率极低的计划被父亲否决。失去爱人的奥丁情绪也变得不稳定，他决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去复仇。面对索尔的质疑，父亲也只是哈哈一笑。海姆达尔也被命令关闭彩虹桥，但他决定用其他办法帮助索尔。所有人坐在一起商讨着计划，但只有一个人才能不利用彩虹桥离开阿斯加德。索尔找到了弟弟，而弟弟却用幻术掩饰了自己的憔悴。妈妈的死对洛基打击巨大，所以给妈妈复仇也让他们兄弟俩再次站到同一阵线。出狱的洛基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，他变成了队长，还感受到了心中那股子劲儿。索尔立马阻止了弟弟的调皮，防止行踪被发现。西弗也按照计划带出了简，见面就是一个嘴巴子。山的抖森贼抖 M。海姆达尔也把奥丁骗来了彩虹桥，拖延时间。在兄弟们的支援下，索尔、洛基3人登上了黑暗精灵的飞船。看到手残的索尔，洛基忍不住一顿吐槽。索尔大力出奇迹，启动了飞船。强迫症的洛基还告诉哥哥，有根柱子没有撞倒。飞出金宫之后，洛基依旧嘴炮个不停。简突然间晕倒，洛基还以为他嗝屁了。面对护卫队的追击，洛基在哥哥旁边解说着现场的战况。看到索尔撞掉了爷爷的头，洛基又忍不住吐槽。洛基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索尔直接把他推了下去，自己也跳下了飞船。在洛基的驾驶下，小船也到了洛基自己的秘密出口，离开了阿斯加德。被劈烂一半脸的马拉基斯也发现了以太已经不在仙宫中，兄弟俩也因为女人斗嘴。索尔不相信洛基，但洛基却告诉他相信我复仇的心。黛西和实习生也以儿子的身份保释出了博士。地球的种种迹象也让博士推测出天体正在汇聚。已经见到马拉基斯的兄弟俩准备带着简去消除体内的以太，而洛基此时突然叛变，扎了老哥的肾，在马拉基斯面前说着自己对阿斯加德的不满，也砍断了索尔想要召回锤子的手，把简交给了马拉基斯。诅咒战士也告诉他，洛基也是阿斯加德的敌人。对洛基放松警惕后，他驱赶出了简体内的以太。最后时刻，简也看到了进入黑暗的地球，但此时洛基突然解除幻术，恢复了索尔的手，然后保护好简。索尔则劈向了以太粒子，被摧毁的以太却又恢复了原来被马拉基斯掌控。一行人准备离开，临走前，诅咒战士扔出一颗吞噬手雷，洛基一把推开简，自己就要被吸进去。哥哥却突然飞过来救下了弟弟，飞向马拉基斯却被诅咒战士弹开。肉搏中，索尔又被打飞，马拉基斯也飞向了地球。洛基这个法师突然玩起了近战，
索尔也被诅咒战士打得无法还手，喵喵锤也被诅咒战士一拳弹开。洛基也开启无双，屠杀着黑暗精灵。眼看哥哥被诅咒战士威胁到生命，洛基冲了过去，刺穿了诅咒战士的心脏，也被敌人反手刺穿胸口。愤怒的洛基嘲讽着，被洛基引爆的吞噬手雷也让诅咒战士瞬间消失。洛基救下了哥哥，也给妈妈报了仇。索尔抱着洛基，告诉他不要离开自己。已经不行的洛基却只是一直在道歉。最后洛基又死了。哎，奇怪，我为什么要说又啊？抱着弟弟的索尔满心的愤怒。为了躲避封杀，两人来到一个山洞，简却在这里发现了他们在仓库丢掉的车钥匙。两人穿过山洞来到地球，来到家中，挂上了锤子，与艾瑞克等人聊了起来。知道洛基死了的博士强忍着欢笑哀悼着。另一边，一位幻化的战士离开了，他禀告奥丁后，父亲也知道了洛基的死。马拉基斯也已经来到了地球，索尔前来阻止，简也将博士的仪器改造，以便产生异常。在以太的攻击下，索尔连连后退，一锤子出去，马拉基斯也滚出去老远。但此时天体也正在汇聚，简的仪器也将黑暗精灵瞬间被传送到其他地方。索尔和马拉基斯依旧在血拼，被挡下一锤后，索尔冲向了马拉基斯，两人也被传送到了异界。打斗中又在地球和其他星球来回穿梭，连锤子都一锤懵逼的不知道往哪里飞。一会儿打到了约顿海姆，带回了怪兽，一会儿又打到了地铁站。没有锤子的索尔只能坐车回去阻止马拉基斯。天体即将汇成一线，马拉基斯也释放着以太的能量，企图夺走所有光明。赶回来的索尔带着简的仪器进入了以太之中，利用仪器切断了马拉基斯的手臂。索尔冲向马拉基斯，顺便有请护宝锤。他纵身跃起，大喊去伪存真，一锤子干飞了马拉基斯。简将马拉基斯传送到了异界，艾瑞克博士也将飞船送到了异界。本以为续命的基丝儿被砸成了瓜皮儿，九界也恢复了和平。奥丁告诉索尔，你的王位老爹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索尔却再次拒绝，他告诉奥丁，自己的弟弟这次才应该是王，他则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和平。说完转身离去，只剩下一个被哥哥叫了半天爸爸的洛基，终于成功坐上了王位。片尾中，西弗等人将以太粒子又叫做现实宝石保管在了收藏家的手里，因为阿斯加德已经有了一颗空间宝石，叫做宇宙魔方。拿到现实宝石后，他只说了一句还剩5个。索尔来到了地球，而被放出来的怪兽却在抓着小鸟。好了，本期节目也结束了，洛基成功的登上了王座，但是奥丁却下落不明。希望大家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们雷神3揭晓。下一期美国队长2不见不散。